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幻分享时间。今天我们要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来自于奥迪双钻 AAM 系列的一个擎天柱，盒子非常之大啊。到底有多大呢？我用广角镜头拍了，它的高度呢达到了45公分，它的宽度呢是在33公分，它的深度呢是到了16.5公分。不好意思，刚刚有点远，没有看清。正面呢，就是它一个大的胸像，可以看到这个造型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变形金刚视觉那本书里面那个 OX Studio 啊，Studio OX 工作室OX 工作室啊，一个设定的一个擎天柱造型，长天线就很有它的一个风格。胸口透明，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领导模块，但是不对吧？领导模块外面不是还是应该有块装甲的吗？这边有一个变形金刚 logo，所以说它是一个正版授权的一个玩具。侧面是它持武器的擎天柱造型，背面就是它的一个晚点介绍吧。官方说它的身高有35公分之高啊，眼部可以发光，领导模块可以发光，五指全可动手啊。这些我们到时候可以实物具体看一下。另一面还是一样，顶部依旧是一个灰色的擎天柱，这不太吉利吧？致命伤，底部版权信息，盒子呢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内部的一个包装吧。好啊，刚刚口误了，不是看内部包装，是看内部的玩具本体。玩具本体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非常大。配件方面呢，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它的武器叫离子离子爆破枪啊，总之就是擎天柱的大枪。整个造型我们来切到广角来看一下呢，的确是非常大。我稍稍分开了腿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身高到底是多少。可以看到它头顶身高呢，就远不止35公分，35公分可能只到它的一个帽檐部分。它头顶身高应该是在37公分左右，如果算上天线的话，它是达到了38公分的一个身高体积。所以说，哎，作为一款变形金刚不可变玩具来说呢，它算是比较大的了。如果要做一个参照比例的话，它和我们的孩之宝星际擎天柱呢，基本上是在一个体积下的。当然，设定上两者完全不是在一个体积下。看回我们的奥迪擎天柱，我们就称它为奥迪擎天柱吧，比较好理解一点。可以看到全身上下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成型色的，占绝大部分。有涂装部分，我目测下来呢，除了它的小腿部分的进气格栅啊、油桶以及腰部的进气格栅和腰部的这个银色，这个银色拉线好像是上漆啊，以及烟囱和口罩部分的银色之外呢，红色和蓝色以及它的这个像乳白色一样的键呢，基本上都是成型色，所以说呢，玩起来呢，应该不用太担心掉漆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上手之后的第一感觉呢，就是这么大的体积下面，这有一点点就不太扎实。这个扎实的是对于关节来说的，大家也听到它的一个全身上下的关节动起来都是齿轮关节，但是这个虚位啊，对吧？就就有点大了啊。齿轮关节有虚位，这个大家都是能够理解，但是这个虚位着实有一点点太大了，而且它是一款完全没有金属零件啊，除了螺丝之外，是一些元器件之外呢，是完全没有在结构上用到金属零件的。所以说，这个齿轮关节有没有必要，这还真不太好说。但是整体拿到手上的感觉，就玩起来和我们怎么说呢？玩一些以往不可变的大体积变形金刚玩具呢，是有一些手感上的落差的，这是其一啊。造型上还是那句话，它对 OX 工作室的这个造型还原呢，还是有很多的怎么说呢？借鉴也好，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这个造型是不是有授权，但是可以看到它
很多的元素是和那个版本的设定是非常接近，比如说，这个3个灯啊，以及头上的长天线，以及小腿部分的零件和收纳在屁股上的轮子啊，这都是一些很明显的一个设计元素吧。整体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吧。首先，我们从啊换个角度吧，我手持下来，它头部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并不是后期 SS86或者说那个叫 MP44那种方链结构，它是一个圆口罩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口罩呢是可以动的。脑后部呢是有一个关节有个开关可以波动，同时这个开关呢是可以让它眼睛亮灯。但是这个亮灯和动口罩的一个幅度呢，它并没有一个完全明确的一个落差，就很容易误操作，这是比较让我觉得感觉不是太好的一点。胸口的3个灯呢，它只是做出了一个造型，并没有做出涂装。左肩膀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浮雕结构的一个渤海标记。胯部的黄色部分呢，它是用透明件银器来呈现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金灿灿的。到下半身呢，它膝盖部分呢是这样一个比较空位结构，这和我们以往所常见的擎天柱呢是在结构上有一些不同。小腿部分有一个算是金属蓝的一个涂装，非常不错。然后手臂这边呢，它的手掌是一个全可动手，虽然说有一些怎么说呢，闪闪亮亮的一个材质结构，但是它从结构上来，我看了一下，都是一个塑料材质，并没有金属打桩啊，所以说它时间长了磨损之后，它的紧实程度能不能保留还是要有待时间来检验啊。从目前来说，它整个可动手的一个效果是非常之好的，无论从它的可动性整个关节紧实度来说，都是非常令我满意的一个程度。它甚至是在可动关节上，它可以手指外翻，摆出非常有张力的这种手指语言手指表情非常好。好，外观造型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首先，头部左右平转它因为内部没有线缆连接它电池仓是独立在头部的，所以说它可以360度旋转。口罩可动刚刚也已经看过了，低头可以有这样一个幅度，抬头可以望天，甚至颈部内部还会有一段小的连接感的一个细节，非常的一个不错。手臂360度旋转没有什么问题，平抬甚至于可以到用烟囱枪毙自己的一个程度，它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当然，你平时基本上用不到这样一个可动幅度了。上臂也会有一个360度的一个平转，然后曲肘是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啊，因为实在太大，这个不太好展示。然后胸腰部分，它左右侧摆，主要在胸腰的这一段结构。然后弯腰呢，它是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同时背后呢会有一个拉伸关节，整个可动性上来说，关节位是给到了一个足够的一个幅度。然后在下盘的这块呢，忘记说了，它旋转腰也是可以360度旋转，但是问题也来，因为它是齿轮关节，所以说你转一格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接近45度的幅度，你没有办法很随心所欲的要转到一个特别让你满意的一个角度，并不是指哪打哪儿。下盘这块呢，它胯部有一个拉伸的一个关，可以看到这边拉伸出来之后呢，它一个腿部前倾呢，可以勉强到，因为它是齿轮关节如果它按它固定的角度来算的话呢，它是基本上只能到一个60度左右的一个幅度。
当然，你配合上半身的一个肢体啊，腰胸腹的一个弯腰结构来说呢，它要摆出踢90度的 pose 呢也是可以，但是关键还是在它尺度关的一个虚位上，它并不能很好的一个把持住，稍微一动它就复位了，重力感应的效果非常之明显。大腿平转也是有齿轮的一个关节，侧踢可以到60度左右一个幅度，也是这问题。小腿太重啊，它一抖，齿轮关节就没有办法 hold 住它的一个重量。当然，它拉出的关节部分呢，也是会有一些细节的刻画。屈膝部分呢，它是可以接近到大腿贴小腿的这样一个幅度，而且大腿部分的装甲呢会有一个拉伸。同时在屈膝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它轮子，它是会有一个联动的一个转轮效果，也算是这款设计的一个亮点。在脚掌部分呢，它的设计是以默认状态下，它可动幅度是非常弱的，只能脚尖这边啊左右接一下，但是它整个脚掌是可以拉伸出来的。拉伸出来之后呢，前后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幅度，同时左右接地的也会有一定改善，但是改善的幅度呢并不是太大。可动性方面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如果要让我做亮点的话，它的可动手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它每一个手指呢都会有3个关节，可动关节，在拇指位啊，特别敲黑板，拇指位它除了根部可动之外呢，是球关的可动啊，而且在拇指上段呢，它还会有2段关节。可动手拇指该怎么设计啊？就是该这么设计。但是有些厂家做可动手拇指这段关节做不好，你可动手真的是白做了。这次的机关除了头部口罩可动，眼睛可以发光，小腿部的一个轮子可以转动之外呢，它胸口当然也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胸腔内的细节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颜色分色上呢就有一点点单一。掀开这个装甲啊，这就我之前说的，它封面上那图应该不太对，就可以看到内部是有一个领导模块，这个领导模块呢当然也是可以取下的。除了可以取下之外，它按压下面的按钮呢，它领导模块也是可以发光的。取下来的这个领导模块呢，可以看到它细节也是比较丰富的。背面就稍微差一点，正面非常不错。虽然说没有拉伸结构，但是在这个体积细节上还是令人满意的，轻松可以放回去盖起胸腔。好，整体上的单体玩法呢，基本上就是这样。有点可惜，它枪给做了那么大的一个体积，而且是一个苍蓝色的一个涂装。枪口部分呢有黄色的一个透明件，但是没有给出发光的一个机构，有一点点可惜。这么大的体积，其实你偷懒放一个磁控开关灯珠进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啊。不知道官方之后会不会改进这一点。后续的产品，这款产品基本上就这样了。好，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 WF 上就预定的话呢，这次会有一个透明外甲特点。我还没有拆，我不知道它效果是怎么样啊。但是听朋友说，好像这个安装过程并不是太美好，所以说安装过程我就不在视频里给大家献丑了。我们看一下装完之后的效果吧。背包后面竟然还有一个彩蛋啊，知道万众一心。替换彩透甲呢，还是我个人建议比较参照玩具本体的说明说，先把大哥肢解一下，这在集动画中亦有记载，这样会操作起来好方便一点。2000 years later. 好，大概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啊，过程非常痛苦，终于把它的透明甲给换上了。我在这里强烈建议各位伙伴，如果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是这套甲换上去之后不再换了的那种，就一次性的思想准备的话，我强烈不建议你去换甲，因为怎么说呢？可以说它在
玩具设计之初的时候是没有设计过要去后期换甲玩法这个点，所以说它的安装呢是完全没有各种快拆的那种设计，完全是小的细的装进行安插，而且本身它实色材质上就这个装位就非常的细巧了，看上去就非常吓人。换到透明零件上之后呢，更是岌岌可危啊。如果你实在要换的话呢，我建议你先把透明甲拿出来看一下每个装甲上面的装的位置是在哪里，以便你后期在拆原色甲的时候呢，知道从哪里发力会比较有效果。而且强烈建议你手边备好拆件器，可能塑料的拆件器还不够，需要金属的，因为我用塑料的乐高拆件器已经拆成这样了，还断了一把美工刀。真的是拆甲过程是非常的糟糕啊！而且我原色的肩甲这块已经发生了断装了，所以说我这个透明甲换上去之后呢，应该后期不会再换上实色甲了。整个透明甲覆盖的面积呢，基本上是占到了80%以上吧。除了躯干中心这一块没有，关节部分没有，脚掌没有，其他外部皮肤呢，包括手背甲，它都是换成了透明。这样，从美观性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各有千秋吧。因为实色甲的话，你更容易看到它表面的一些细节刻画，但是换上透明甲之后呢，它内部的一些类似于骨架的那种设计呢，你也可以有一个比较若隐若现那种美感。还是比较好的。我最后决定换透明甲的一大原因就是我的实色头雕在开灯的时候呢，它额头这块会透光，有一点透光。那既然换成透明甲之后，这透光就变得很合理了，所以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说，甚至于你有点像头部有电路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最后还是换了透明甲来做之后日常的一个把玩和展示吧。没想到一款玩具的特点会成为这款玩具的一个扣分项，这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好，最后总结一下吧。如果这款玩具你是只买左边的本体的话呢，我会给到一个3分的评价，因为呢它属于能玩，而且价格呢3张多一点，我觉得后续肯定会跌啊。3张多一点的价格呢，有这样一个体积啊，这样一个玩点，我觉得是还算是能够接受的，3张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买的是特点版，就是带透明甲的版本呢，我觉得这个玩具基本上评分就只有1颗星，对，扣2颗星。因为美不美观，我刚刚已经说了，实色甲和透明甲是各有千秋啊。但是在整个换甲的过程体验当中，以及对玩具损坏的风险上，我觉得它是会被扣掉2颗星的。对，就是那么残酷的一个现实。所以说如果你想体验买这个玩具的话，我也是原色就 OK 了，透明甲完全不用去考虑的。特别是你对OX 工作室的设计有好感，或者是有滤镜的话，你完全一款原色就 OK 够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款玩具最大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可动手啊，我强烈建议奥迪商钻出一个可动手版本给这个星际擎天柱的手换上。我觉得星际擎天柱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办法还原出它合会上也好，宣传图上也好那种这种张手 pose，但是这个擎天柱可以完美的还原出这一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会其实也不是太简单了，就录到这边了，我实在是受够了。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我要缓一缓。